嗨，大家好，我杰夫。我们今天来到嘉义东区的体育馆，今天来拍一个很特别的比赛。我们今天拍的是 Total Switch 办的长青桌球锦标赛第3届。喜欢我们的朋友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杰夫，我们立马带大家进去看，走。现在非常荣幸的可以邀请到我们 Total Switch 所有的运动项目的规划负责人徐芬姐。你好。那个基本上你们除了赞助选手经费之外，还针对他们的健康去做评估及管理，对，甚至他们的训练的学费等等的资金吗？对，包括教练，这个企业都会依照我们的能力，然后给予一些必要的协助。我们已经拿了5届的体育推手奖，我们最近这3年都是拿体育推手的金质奖，而且今年是由总统来颁奖的。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比赛主要是针对40岁以上的选手，对不对？40岁以上的，对。OK， 因为我看里面这些北北白发的身体都一样健壮对，你老了还是可以动，你只要保养得够好，对啊，没有问题的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好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各大比赛都有欧式龙卷风叶教练，谢谢大家。今天这个比赛，它并不是一个公开的政府单位举办的比赛，这些职业的选手，他们其实穿的衣服，只要有秀各个企业、第一银行啊、合作金库啦，就是企业有赞助这些所谓的职业选手。是，那我们的欧式龙卷风叶教练，他是这个企业赞助选手的总教练。是，事到如今，我不想再隐瞒了。对，我们 Total Switch 的总教练，因为今天的这个比赛呢，是他们企业办的比赛，我们就是再忙也是抽空下来，对不对？感谢你。那稍微让我们了解一下，所谓长青桌球锦标赛的赛制是什么样的限制？我们长青桌球呢，它是打7人5分，然后年龄都必须40岁以上，他才能打我们的长青组。好险我不符合，我要再等10年，我要再等10年，再等10年。对，除了长青组以外呢，它还是有分乐龄组，乐龄组是要60岁以上。所以我们总共有2种赛制，一个等于是40到59岁，没错，另外一组就是60岁以上，对，没错，甚至到100岁。是的，现场不知道最大的有几岁？长青组是7人5分，乐龄组呢它是4人3分，双单。所谓的7人5分就是单双单双单，只要这5点哪一队先赢得3点，他就获胜。是的，只是多一个条件，就是要40岁以上。没错，里面很多的选手呢，他都是以前的老国手选手退役下来。对，我看有一些真的是动作什么的生龙活虎，真的。等一下观众可以稍微看一下，里面不是开玩笑，有一些也是我们前几年的奥运选手跟我们的国家队的代表队哈。是总共只比2天哈，礼拜6是双打，礼拜天是团体赛。对，那我们的个人双打它是有分90岁到130岁5个组别。你刚刚说90岁是2人加起来90岁，不是1个人哦。对，130岁也是2人加起来。没错。我怕观众吓到。我相信到时候你跟你太太老的时候，这个比赛肯定也是来报。是，就是蛮浪漫的。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叶教练，我们赶快带大家去看比赛，马上看，马上走，马上走。
非常荣幸的请到我们这一次 Toto Swiss 的王董事长。大家好，观众大家好。对，为什么会想要办这样的比赛？乒乓球的价值在台湾没有拉上来，所以我在举办这个比赛的时候，我就想要把它往上拉。所以 Toto Swiss 在第1届的时候，我就把比赛从1-2万变成10万。那现在办了3届啦，第4届啊，我会把它拉到20万。因为这个乒乓球的价值，虽然不是说用钱是很好的比喻啦，但是钱是大家共同的标准啊，对不对？以一个企业的文化来推动这样的运动，等于是对企业的形象也会有加分的动作，甚至对这些球友跟这些运动员来说，对他们背后是真的非常大的支持。对这样的比赛，我们也让观众看到说，其实40岁以上的比赛，我们台湾也是有在办的哦，对不对？那让这些阿公阿嬷除了在家里打麻将之外，我们又多了一个目标。谢谢王董事长，谢谢，感谢你。好。这是我们昨天 Toto Swiss 常青组的2个人加起来110岁的冠军。我叫林世清，洪胜清，他是国手，我没有，差一点。差一点国手，哪一年的？12年的国手资历，曾经当了12年的国手。我们可不可以分享一下，说以之前打小球跟现在打大球，你觉得最痛苦的是什么？大球比较没有旋转，所以需要更多的体力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对方比较打不死。对。那你们平常有在练球？比赛前才会加紧练，平常都在教球比较多。他自己在台南有开球馆，龙山社区活动中心，龙山社区的活动中心。对，现在有没有这种国外邀请在所谓的常青组吗？哦，有哦，现在越来越蓬勃了。哦，是吗？对，以前好像只有1站，现在比的话比较不会紧张哦，还是会啦。冠亚军的时候还是会。哦，冠亚军会哦，因为冠亚军那个张力很大。现在平均1个礼拜打多少天？含教球的话，哦，几乎天天了。教球其他空档就自己打一下练一下。是用直拍还是刀板？他是直拍，单纯直拍。对。那有用颗粒吗？没有，都是平面。对。今天感谢2位，谢谢我们每年比赛都可以一直看到2位，谢谢。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哦，我们的崔秀里国手几岁当上的？14嘛，14哦，30岁退休，所以从14岁一路打到30岁才退休。对，参加奥运的感觉还记得吗？跟这个一样紧张吗？也会有一点点啊。现在的这种大球跟以前小球，你觉得差异最大的是什么？大球对我来讲，它的技术层面上面能够产生更多种不同的技术出来。反手拧就是大球之后，对，反手拧，勾手，对不对？对，勾手也是后来出来的。旋转上面当然没有小球的强烈，但是它的时间差上面反而可以展现出更多种技术。现在拿纸板、刀板，一直都拿刀板，哇，好开心哦，能够遇见我们的崔姐，我可以报名常青组了，改天跟崔姐组一队，有吗？我不会拒绝你，不会拒绝我，这么好，帮我跟崔姐照一张。谢谢。这是我们的国手陈秋丹哦，我的偶像。网球觉得跟桌球力量有要更大吗？重量是有差，但是我是把网球当成技能在训练，还要再加强就对了。不是陈姐，我们没有在比奥运，有不能输的压力吗？这种比赛是有一点。所以这种比赛你现在还是会紧张吗？紧张是不会啊，就是不能松懈。不怎么想要有输的感觉。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想要分享给现任的国手？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还是一直想打，不管他是不是遇到什么瓶颈或是几年，我觉得应该是打到你不能打为止。就像我们现在就是觉得以前都打那么多，但是我还是会想说能打能动，当然必须冲。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陈姐姐，谢谢。好，这是我们曾经的成人国手魏君达国手，哪一年的？哪一年啊？对，第1次是高2，选上几次？选上5次，然后现在在海山高中当专任教练。对，那我想知道一下，当国手决定不打转专任，这个心态是怎么转换？保护这些优秀运动员，继续走桌球这条路，或者走运动员这条路。是，因为我就在想说，哇，他虽然是个稀有缺，但是我怎么去转换我的心情，说我要不要做这样的决定？那这次比赛比什么？昨天个人双打，90岁的跟一个学姐尤凤云搭档打第3。这样的比赛还是会有紧张感吗？还是会啊，长久在带学生，久没接触到大型赛事，不是那种怕输的那种紧张。不怎么想要有输的感觉。是那种下场的那种兴奋。哦，现在还有在练球吗？比较少，就是带青少年球队，是他们的速度比较快，跟他们练，身体很吃不消。谢谢。
好，我们昨天的男子个人双打赛90岁组的冠军，我叫叶奇山，叶奇山，绰号叶师傅。您呢？我叫杨顺祥，我先把头衔讲出来。世界长青组单打第3，您是亚洲长青冠军。那上一次比在哪边比？世界杯是2年前在美国，我是在2年前台湾长青40岁组单打冠军。有选上国手过吗？我是缅甸国手，我是89年的台湾国手，90年代表参加亚洲杯第5年。对，我真的太没有礼貌了，几乎每天打吧？几乎每天打，几乎，因为我本身是还有当教练在内力那边。我是在三球修德国小，修德国小的教练。那这种比赛还会紧张吗？会的，还是会哦。会的。有一个选手就是他以前比是因为真的在紧张，现在是有一点不服老的紧张，对啊，就是他的紧张感是不太一样。那预计这样子要打到几岁？拿到拐杖为止。好吧，再次感谢2位，谢谢2位国手，谢谢。Total Swiss 第3届长青桌球锦标赛就到这边。这样的比赛真的很有趣，它不是像那些职业国手选拔赛这么激烈、这么爆炸，或者是吼叫这么的强烈。你看那些70、80岁都还可以站在场上，甚至每一个人气色都在比好的，蛮不容易的。我一直在强调说，乒乓球是一个寿命很长的运动，甚至有这样的企业提供这样的资金，然后来举办这样的长青的比赛。我好希望我哪天变长辈的时候，这些比赛都还存在。喜欢我的朋友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记得追踪一下我的 IG。希望这集对大家有帮助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